Hello，大家好，我是 Martin，这是我老婆。Hello，大家好，我是 Juicy。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越南办酒席的经历啊，在越南农村办酒席。10天前，我们给孩子办了周岁的酒席。办酒席的地点呢是在我老婆的家乡，也就是我岳父母的老家，也就是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在多勒省的农村，这是我们2个人生中第一次作为主人公给家庭成员办酒席。那么，所有人生中的第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方说，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买车，第一次结婚。我们孩子的周岁酒席啊，作为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有感触。所以今天我们想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办酒席的一些感触。在越南农村办酒席啊，和中国农村办酒席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酒席都是外包出去的，由外面的餐馆或者酒店包办，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比方说做一些那个生日快乐背景的装饰啊，还有买一些礼物啊，准备一些伴手礼啊之类的。但是在越南的酒席是不需要伴手礼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准备伴手礼呢？因为啊，我们2个是还没有办婚礼的。按照他们这边农村的风俗，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办婚礼，那么要给孩子办这个周岁的酒席，实际上是不太礼貌的一种做法啊。特别是对于老人家来讲，比方说我的岳父母，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可能面子上面过不去，没有面子。我们没有办婚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不想办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为什么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不办呢？因为我们是想等我国内的家人至少要派1-2个代表过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婚礼，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所以我们想把它办得圆满一点，希望我的在中国的家人也可以过来参加我们这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尽管我们也会在中国办婚礼的，但是在越南的婚礼我们觉得也同样重要。就是因为没有办这个婚礼，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办周岁酒席的时候啊，我的岳父母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犹豫的。当然呢，我们2个也犹豫过，我们是否要在越南给孩子办周岁，还是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办啊？但是现在孩子已经1岁了，我们不可能等到我们回国以后，因为等到回国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过一个生日不可能等那么久啊！你说延迟个几天还 OK， 但是延迟几个月那就说不过去了，对吧？说到这次办酒席的感受啊，那个程序性的东西呢，我们就不用介绍了。比方说这个场地布置啊，联系餐馆过来搭棚啊，摆桌子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买礼物啊，这些东西就不用再介绍了，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程序上面的事情，其实和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只需要花钱花时间就 OK 了。那么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先来问一下我老婆啊，what's the deepest impression that you have about this party for Duy? A bit sad A bit sad. Why? because someone now come, so make me feel maybe this party is not important for them, so I feel a little sad. Do you think if this party not important or the relationship not important? I think this party not important. For example, some auntie no come. How can the auntie no come? Auntie are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Yeah. Like your father's sister, right? Yeah, my father said they said that busy. No any reason. Yeah. So my father returned the money to auntie. Just my father very angry with 2 aunties. When I born the year, they also didn't ask something. No care about me and the year. Now 1 year birthday also no come. Just said that they busy. So my father very angry. This year, the Tet holiday, I remember that we visited their house, right? Yeah. So I think to your father, the relationship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But maybe in their heart, they think it's nothing. No, not so important, maybe. Yeah, maybe. But I also think because they still think we haven't done wedding, so they think they will come later. Because this just a small party, so we take their time to come to here. So they waiting for the bigger party.
waiting for the big party. And not only this thing, and another cousin, and some cousin also no come, and one come no, but no bring children come. First when I invite, I invite all the family and told them bring the children come to play with Tuệ Nghi. But they just said that the children stay at their family house, so no come. 关于我老婆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孩子办个周岁而已嘛，是吧？可能我们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有些亲戚朋友呢，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老婆刚才提到的是非常亲的亲戚，就是我老丈人的亲妹妹，有2个亲妹妹。当时邀请的时候呢，也没有说什么，在酒席的当天呢，直接就没有来，也没有说个什么事情，就说太忙了。当天把我们搞得也很尴尬，因为我们是摆了6桌嘛，因为没有办婚礼，所以呢，这个周岁的酒席啊就低调一点，只摆了6桌。结果在酒席当天还有10几20分钟就要开席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啊，可能这个6桌坐不满了，顶多只能坐4桌，是吧？有一点冷场。当时呢，我老婆也很沮丧，我老婆一气之下呢，说要把这个收到的红包都退给来喝酒的这些亲戚朋友。然后我说这个退的话不太好啊，退的话会让人家有想法的。后来我们就没有退，当时就想着啊，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生日 party， 就请大家吃一顿喝一顿酒。I think someone think we do this party to make money. To make money. So they don't come. They just send some money. 也有可能会这么想啊，这个我们也不排除啊。但是我们为了避免人家这么想，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伴手礼的。大家要知道，在越南的办酒席，他们是没有伴手礼的，但是我们这次准备伴手礼。本来这个话要到最后来讲呢，我可以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办这个酒席，我们是亏钱了，亏了大概1000万越南盾。所以尽管我们不想让别人那么想，我们办酒席是来赚钱的，但是如果这个客人来都没有来，他怎么会知道呢？对吧？只有来过的客人，他们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办这个酒席真的是不想赚钱的，我们只想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中国和越南2个国家的风俗是非常相似的，大家都好面子，特别是农村人。我上次去河内去参加我朋友那个孩子的满月酒啊，然后拍了一些照片还有视频回来跟我老婆看呢，我老婆就很羡慕，说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办满月酒的，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嘛，也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周岁现在没有疫情了，我们应该要给他办，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要给他办一个酒席。我老婆刚才也分析了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呢，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个酒席并不重要；第二个呢，这是我补充的，可能在他们的心里，这层关系都没有那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没有遵从当地的风俗，我们没有办婚礼，然后就给小孩子办周岁，所以有些人他们从心里是接受不了的。其实这一点呢，我岳父母他们心里也接受不了，特别是我岳父，在酒席的准备过程中，就在邀请朋友的过程中啊，我岳父母他们2个发生了一些矛盾，而且大吵了一架。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老婆一气之下就对他们说要取消这个生日酒席，就不要办了。那么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啊，就是为了要邀请什么人。比方说我老丈人的这2个妹妹啊，我老丈人说要请，但是啊，丈母娘呢说他们住得太远了，就不要请了。就因为这个事情，2个就吵了一架。因为我老丈人觉得这2个妹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亲的关系，怎么能够不请呢？但这个酒席过后呢，他们2个就明白了，而且呢，丈母娘呢也嘲笑老丈人，当时你认为那么重要，但是人家呢认为一点都不重要。这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办这个酒席的最大的一个感悟，在我们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人或者关系，在他的心目中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是，或者说没那么重要。 We think somebody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but maybe to them we are nothing or not so important. Do you agree? 我们不要对任何人都抱有太大的希望，不要把人家看得太重要，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以平常心的生活，那么我会少很多的烦恼。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珍惜这个身边的人，比方说我这个岳父母啊，他们认为其他的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可以为了其他的人而夫妻2个之间争吵，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From this party can know who is important.
We need to have the normal emotion. Don't have too much hope on anybody else. Just cherish the family. OK。我老婆说了，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感想呢？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越南的风俗啊，和中国真的是很相似的，只是有一些细节上面的不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越南的酒席没有伴手礼。我们为什么要准备伴手礼？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为了让大家认为我们办酒席不是来赚钱的。其实这一点和中国也很像，是吧？像我们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视频啊，这个人又要办什么酒席，又要过生日啊，又要结婚，又要离婚，又要办什么事情，好像都是用来赚钱的啊，给亲戚朋友非常大的压力。其实越南那个红包，也就是份子钱啊，是非常少的。像我们这次收到的呢，就是20万到50万越南盾之间。50万越南盾非常少，最多的就是30万，20万也不少，非常少的啊，这相当于人民币的话才几十块钱，对吧？100块钱都不到。那么我们办这个酒席能够赚什么钱呢？一共才办6桌，能够赚啥钱呢？对吧？可能没有来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只办了6桌。我觉得这也涉及到一个人性，人为什么会有矛盾？就是因为不能够互相理解，不能够理解他人。就像我们这么单纯的去办一个这个周岁生日宴，也会被人家认为我们想来赚钱的。当然呢，这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分析啊，实际上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大家也可以给分析一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